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这礼拜我们要做的一个实验，是来看这个七段显示器，还有一个counter。首先呢，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那一个系统的一个概念通常我们就把一个系统把它你要去描述一个系统，说它有什么样的功能，那你可以把它想象说它就是一个这个黑盒子。那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那这个黑盒子它到底有具备什么样的function它到底要做什么功用？那这个功用呢，它可能就会跟所谓的 input 还有 output 所以我们再来就要描述说这些具体的功能那它牵涉到有什么样的输出，再来呢，它有什么样的输入。好，那这个输入的部分又可以再细分成两种的这个线一种呢就是真正的这个资料的讯号，另外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控制的讯号这是资料了上面是资料，下面就是控制这个里面的功用那等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颗 IC 呢，大概你就可以用这几个分类把它做一点切割这样会帮助你去了解这颗 IC 它的功用是什么。那第四点呢是说这个功能或者这个黑盒子里面的功能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割成两种的电路的类型。那分割的就是分类的方式依照输入输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来决定那分成这两类，一个叫做 combinational， 一种叫做 sequential 所以这两个字眼就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区块。那以现在的数位电路来讲，它其实就包含了这两个区块有 combinational 的区块，也有 sequential 的区块但是呢，你要能够区分出来哪些区块呢就是所谓的 combinational， 哪些区块是所谓的 sequential。 好，那到底这两个的差异是什么？combinational 跟 sequential 的差异是什么在 combinational 的区块它的 output 只会有 input 的这个0、1就是 input 的这个是0还是1有关系如果你 input 变化 output 马上就会跟着改变那当然会有一小小的一个我们叫 get propagation 的 delay这个在我们之前的练习有观察到这个。另外一种叫 sequential sequential 的它一定会有所谓的控制讯号，那这个控制讯号的里面它就包含了一个特别的讯号叫 clock那它的输出只有在特定的状况下而改变。那常常来讲特定的状况就是所谓的 edge， 那它就是简单讲，它就依照 clock 的 edge这个瞬间做变化。那 edge 呢就分这两种一种就是 rising 的 edge从 low 到 high 这个 edge 在这个时间点做变化，一个呢叫 falling edge 在这个时间点做变化那除此之外这个的输出是不会改变那这样的一个区块呢我们把它叫做 sequential 的 circuit。 那以上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练习的我们会用到三样东西。第一个呢是所谓的7段显示器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小东西啦那它的构造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它里面其实就包含了总共有8个 LED 那所谓的7段显示器是指的这7个A B C D 那我们会有固定的编号 A 到 G 那最右角这个小数点也算一个 LED， 合起来其实就8个 LED 那有些是没有小数点那没有小数点就真的是7个 LED 好，那7个 LED 每一个 LED 呢都有2个片角所以2、7、14你就有14根角或16根角
啊，那个角位就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7个或8个 LED 啊，把它的阳极绑起来，或者把它的阴极绑起来，所以就形成这两种结构，一个叫做共阳极，一种呢叫做共阴极。啊，那因为你绑了一边，所以呢，它的角位就变少啊，所以它的结构就会像下一页这样。啊，这个是7个 LED 嘛，那你可以把上面的绑起来，或者把下面的绑起来。啊，所以就分这两类，一种叫共阳极的气段显示器，共阴极的气段显示器。好，那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共阴极的哦，所以我们用的结构是右边这个。啊，这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气段显示器。啊，那它必须搭配那个驱动器啊，那我们驱动器是型号叫4511，啊，那它就是给这个共阴极来使用的。好，那 LED 之前也讲过哈，就是你这边上面是 high， 下面是这个高电位啦，下面是低电位，那它就会亮啊，这是 LED 基本的功用。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使用到的啊气段显示器的驱动 IC。啊，好，那我们来这是它外观啊，它总共有16只角啊，那右下一样缺口，右下角啊，左下角这个就是第1 pin 嘛，然后第8 pin、第9 pin、第16 pin 啊，那这一颗也是在第8 pin 呢，右下角是 ground， 这个左上角是电源啊，那我们今天电源大概只要用到3.5伏哦，其实会比较清楚哦，气段显示器显示的会比较清楚。好，这是它内部的结构啊，它大概分三层，第一层呢是 latch， 第二层是 decoder， 第三层就是 driver 啊，大概有这3样的结构。好，这个是比较重要，这个是它的很像针指表啊，其实对啊，也是针指表啊，来说明说这颗 IC 它的功用是什么。好，那我们老师刚刚不是讲了1、2、3、4吗？啊，1、2、3、4的这个重点。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啊，那它的功用是什么？功用其实就是这针指表讲的啊，那它的功用前面也有讲，这个叫做驱动 IC 啊，气段显示器啊，所以这个 IC 就是用来搭配气段显示器来使用。好，那它的针指表呢，你可以把它区分成这2块啊，右边呢这是输出，有没有？它有几个输出？它有7个啊，7个 output， 那个小数点它就不看了啊。再来呢 ，input 就是这边左边这边就是 input，input 再分这2个，这3个叫控制的讯号，这个呢是资料的讯号啊。那这个呢是 IC 的角位的名称啊 ，A B C D， 大写 A B C D 是输入的讯号，小写的 A 到 G 呢就是输出的讯号，然后这3个控制信号叫 LE、BI 跟这个LT。啊，应该是 BL 哈 ，BL 跟 LT 啊 ，BL 跟 LT， 啊，所以你如果看 IC 的这个角位图，你就看到，这个小写的 A 到 G， 好，小写的 A 到 G， 这个就是要接气段显示器的，然后下面呢，这是输入 A 大写的 A、B、C、D， 好，这个是输入，然后中间这3个就是我的控制讯号。好 ，LE、BL 跟 LT，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来看啊，通常啊这个控制讯号它有它自己的意义啊，像 LT 就是 lamp test，B 应该是 BL 哈 ，blinking 啊，再来是 latch enable 啊 latch enable 啊，这3 LE 是 latch enable 啊。那我们可以从上面往下看啊，上面往下看，叉叉代表是 don't care 啊，叉叉代表是 don't care 啊，叉叉代表是 don't care。好，所以我们可以看最强力的是这个 LT， 因为 LT 只要是这个0的话，它就会做什么 lamp test 的动作啊，其他的不管嘛，不管就是比较弱啊，不管就是我不管这个的0或者1，一定要执行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是什么 ？lamp test 就是看这个8个 LED 啊是不是都亮
所以它的输出都是 high 啊，它输出都是 high 啊，那所以呢，它就比较适合啊，它必须搭配就是这个供音级，因为你如果7个都是 high， 然后呢接上供音级的，那它就会亮啊，它就会亮。啊，所以这个是最强烈。再来是这个 blank 啊 blank， 那 blank 的话指的是说全暗。好，所以其实这个 LT 是全亮，这个是全亮。第二个呢就是全暗，可全暗的条件是什么 ？LT 一定要是 high 啊 ，LT 要是 high，BI 是 low 啊 ，BL 是 low， 这样它就会全暗啊。那不管这个，不管 LE 啊，不管那个 ABCD 啊，你只要给它这样子，它就变暗。再来呢，这个就是正常的工作啊，正常工作就是我的 ABCD 大写 ABCD 多少，我的输出就会是多少啊。比方说我输入是0000，我输出应该是看到要是8啊，要是0啊，要是0啊，那0就是像这样子。那只有 G 有没有？只有 G 不亮，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G 的这个是 low 啊，所以 G 就不亮，就会变成是一个0的样子。OK， 那latch enable 指的是说输入会不会影响到输出啊？这指的意思是这样，输入会不会影响到输出？如果我的 latch enable 是1的时候，它的讯号这个荧幕显示的东西就不会改变啊，不会改变，它就不会随着 ABCD 而改变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再来呢就是期端显示器的接法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接法啊。之前我们也讲到 LED， 因为它需要限流的电阻，所以这边会穿一个电阻啊，穿一个电阻啊。但是呢，穿的电阻其实很讨厌啊，因为你要接的很多啊，所以老师就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接法啊，就变这样啊，它就变成是这样子啊。这个其实因为我用的花电路图的它的那个什么 package 的样子它是写大写的 ABCD 那 input 就写 IA 啦，好，所以这左边是 input， 右边这是 output， 这个 pin 角号码是一致的了那我的接法就是这个地方给它接到 ground 去，就中间那一 pin 接到 ground 去，然后这个地方呢串了一个电阻那这边的输入的电压我们只要给它 3.5 伏就好它就会算显示的还算蛮清楚，而且有限流的作用。OK， 那这个电阻我们可以给它放360所以我只要一颗电阻跟刚刚这个这个要7颗，这个接起来很讨厌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其实也可以达到限流的效果那这个是方便我们做实验的简化的接法再来呢，我们就要来看怎么做今天的第一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让大家熟悉刚刚讲那些控制讯号控制讯号所以我们就分了这几样你第一个请你做测试一下什么是 lamp test 那第一个小实验呢，你就必须要先写清楚这些控制讯号要如何设定那预期的结果应该是什么简单讲预期结果应该就是全部都亮全部都亮。那实际结果是什么那实际就是拍照OK 那第二个 blinking test 就是让它不亮。那一样请你要写清楚说我设定该怎么样那预期结果是什么？那实际结果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正常工作的样子正常工作的样子你也是要把这3个控制 pin 把它写清楚，它的条件应该是什么那你不用10个数字都测，0到9都测你可以抓1-2个来验证就好。那你再抓一个超过9的超过9如果以这个真值表来看超过9预期的情况超过9就是10了。比方说这个是1010，这是1010结果对吧？就是不亮0就是不亮
好，其实超过9它就是不亮，所以你可以挑一两个啊，刚刚你给它的数字啊超过9，它就变怎么样？啊，它应该是不亮。好，这是第3个小实验。那第4个就要是看所谓的什么 latch enable 啊 ，latch enable 啊，latch enable 就是说正常的状况下，你的 latch enable 应该是 low， 然后给它接到 D 嘛。可是你把它接到1的时候，看看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动态的，所以你就需要去说明，你不要只有拍照。这个时候你必须说明什么？当我 latch enable 是0的时候，我这个输入改变，输出要跟着改变啊。比方说我的输入是000，我要看到的是0嘛，然后0001要看到的是1啊，0010要看到的是2。可是当我的假设我现在已经停在2的地方，停在2的地方，再来呢，我把 latch enable 变成1的时候，这时候呢，我把我的数本来是0010，对不对？把它改成0000，这时候改完之后它不会变，它还是维持2。OK， 这样有听懂了吧？好，这就是 latch enable 的这个控制讯号的意思。好，你如果把它写到1啊，就是代表它显示的资料不要改变，不要改变。所以你的这个实验的步骤你要稍微写一下其实你要先观察它会变，然后呢切过去的时候它就不会变你要观察这样子那不会变的时候，你就要看我的输入是多少，可是我的输出呢跟输入两个是不一样，它不会改变你要可以这个图形要可以看到这样子，所以你要指定说我的输入是什么。好，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波形，不是波形，就是实际产生出来的样子这个是极端显示器，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限流的360欧姆的电阻，这个呢就是451这个是451，然后呢，我在上面的正上面的这一排是正，然后下面的这一排是负那我的正我只有给大概3.5伏3.5伏左右。好，那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比方说他现在看到是9看到是9那我把那个 lamp test lamp test 是第3片所以你稍微看一下第3片应该是这一根这一根这一根现在往上接嘛，所以它是 high那我如果把这一根接到下面去它就要变全亮这个功能是在检查说这个7个 LED 有没有坏掉所以它叫 lamp test。 OK 那我就再把它接回去我就示范2个给大家看现在 lamp test 是接回去这个接错了，不是这个这个好，它又回来9了嘛，对不对？好，那我第2个第4片是这个这个是第4片，对不对？把它接到漏它就不亮因为它是做那个 blank blank 就是不亮所以这2个讯号刚好就是一个是全亮，一个全不亮这样子所以这是示范给大家看怎么做这些实验那请你把实验的步骤写清楚
再来呢其他的就你自己写，自己做实验依照老师刚刚讲的内容再来第二个实验呢，就是sequential circuit。那 sequential circuit 里面呢，一个常见就是所谓的 counter。那我们用的是这个74LS9090，这个是那它的接法是这样，我们刚刚已经接了右边了嘛，7段加上451，在前面呢可以再加上一个那个74LS90，它是一个 counter， 再加上1K 赫兹的 clock 丢给它，你就会看到这个计算显示器呢就会0、1、2、3、4、5、6、7、8、9这样的循环的显示。好，那一样，我们来看这颗 IC 叫 74LS90。它第一个它的功能，它就是一个 counter 计数器。那它的输入输出是 ABCD、QA、QB、QC、QD。好，那因为它最大会有几种组合，10种不一样的东西，0到9有10种不一样，所以我需要4个 bit。一个 bit 可以表达2样东西，2个 bit 呢就2的2次方，所以4个；3个 bit 呢就2的3次方，所以是8个；那2的4次方是6个。所以你要超过8，我就必须用4个 bit 来表示，所以它的输出呢就需要4个，叫 QA、QB、QC、QD。那我的输入呢，其实呢只有控制讯号，还有 clock。所以你只要看到它有 clock， 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它是一个 sequential 的 circuit， 或者是你看到那个三角形，符号上有三角形。好，这个是它的 IC 的这个叫 top view 从上方看下去的图。这上面是它的缺角这边是第一片那这个 IC 你要注意到是说它的 VCC 是在第5片 ，Ground 是在第10片，跟之前你习惯的14跟7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注意到 VCC 在哪里 ，Ground 在哪里一样这个你给它接3.5伏，它也是可以工作的。好，那 NC 是没有用，这个 NC 有2个 pin， 这2个 pin 是不用管它然后呢，这个是它的function table。function table。那它有除了这个 clock 之外clock 你会看到 clock 这边会有三角形三角形就是这个 edge trigger 因为 rising 或 falling edge 而变化的讯号就是三角形。那其他有这4个 input 这是一个 input。好，那这4个 input 在不同组合下它有不同的功用那你可以看到我要一般工作是要 count， 那我要怎么其实就不同的组合了那老师选的是这个，我画起来这个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 R02 跟 RG2 都是 low 叉是 don't care 就不管了，所以你只要这2个 low 它就会数了啦那这个呢是数的状况，它怎么数每一个触发一个 edge 我们叫一个触发，一个触发呢它就会从0就是0000 low 嘛，变成1就是0001它就这样子从上往下，那到9的时候又回到上面这个这就是它的数的次序。电路图那个 data sheet 上你会看到它的内部的结构那它用了4个 JK free float 4个 JK free float， 那它会这样的组合之后它就会数到9，它就会变成是0那这边有你可以看到它好像有2个 clock 它好像有2个 clock， 就是 input A input B那我们要让它4个 bit 来数的话，我们必须把 QA 要接到input B 去，这个地方要把它
接起来，就是 QA 要接到 QA， 这样才会4个 bit 啊。它的本来设计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分成1加3，好，你可以把它独立开来，就变一个 JK 加上3个 counter 这样，好，所以它保留了一个弹性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用4个 bit 嘛，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接到这里，这样它再形成一个4个 bit 的 counter，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要去看它的 data sheet 上面写的，啊，那这个是它 data sheet 上面 copy 下来的。好，然后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哈，好，这个就是完整的电路图，7411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7段显示器，然后刚刚讲到 latch enable 要是 low， 然后呢，这个 LT 跟 VL 啊，这个都要接到 high 啊，那你不用接到5伏啊，就接到老师刚刚讲 3.5 伏哦，其实就 OK 了啊，这边都接到就是它的工作的电压 3.5 伏啊，其实是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地方你们注意到啊 ，QA 它也要拉到 clock B 啊，这是我刚刚讲到啊，这样才完成一个4个 bit 的 counter。然后呢 ，clock A 呢就给它一个1赫兹的方波啊，你可以用 function generator 产生啊，它会比较固定的 pattern 啊，等一下然后这4个控制讯号，你只要接2个啊，这2个它变成 low 这样就可以了你要接其他也可以啊，你要接其他的比方说这个一变成 low 也可以了啊，其实都是一样啊，你就选一个来接就好了。好，这边呢接完之后你应该看到那个等一下影片的样子哈。那这边有2个问题啊，请大家来这个做实验验证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电路是 rising 还是 falling 啊？就是说你要去用这个用示波器，你去看它的 clock 跟 QA， 其实你就看这2个 clock 跟 QA 的关系，它什么时候它是在 rising 还是 falling edge 的时候变化 ，QA 会变化QA 在什么时候变化在哪一个时间点那如果我们用它的方块图来看，这是它刚刚的方块图，这个是它的其中一个 JK flip flow。那它的方块图你就会看到，这边它的 clock 是三角形，这边有一个三角形代表它是 edge 也代表它是 clock 啦。然后这边呢有个圈圈，这个圈圈代表是这个 falling 的圈圈代表就是 falling 所以你应该预期应该看到 falling edge 的时候 QA 会变化。再来呢，要观察的就是它的关系输入的1赫兹的讯号跟输出 QA 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关系那简单来讲，它的答案就是这个是1赫兹的频率嘛 ，QA 就变成是频率呢就会变一半频率就会变一半频率就会变一半QA 在这里嘛，所以它就是0101它的动作就是01010101这样那可是呢它是因为每触发一次转向嘛，触发一次转向，所以呢2次变成一个周期所以它的频率呢就会变一半所以呢 counter 又是一个我们叫除频器它的频率呢就会变成是 QA 呢是一半 QB 呢就会是1/4所以它是一个除频器那这个是请大家呢用示波器来做观察。这个是把那个 counter 计数器接上去的样子左边这个就是7490它是一个 counter 那请你按照电路图上的接法把它接好。那我们就最后还要接上那个1赫兹的
这个方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ground， 这个是那个方坡的输入啊，那方坡输入就是接到最左上角啊，左上角的 input A 啊，这个 input A 的这个地方，好，那它就会产生那个 ABCD 的讯号，那 ABCD 讯号它就会从0000，然后0001，然后到那个10就是1010啊，回到0到不讲错0到9了，0到9，所以是1001啊，它属0到9，然后呢经过这个451的 decoder 啊，然后它就可以驱动7段显示器啊，那你就可以看到7段显示器啊，它就会依照0，然后数到9，然后就会回到0啊。那我们这个是一个位数啊，比方说你把它弄2个位数，它就可以数什么00到99，好，00到99啊，3位数呢，你就把它兜起来，它就会数那个000到999啊。那我们就需要3组，如果你要2位数，你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呢，需要2组。然后呢，749那个7490它需要另外一个啊，可是第二位数10位数它的驱动就会是这个假如这个是个位数啊，个位数的输出它意味到那个9变到10的时候9变到0的时候，它要再去驱动下一级啊，它要产生一个那个 edge， 然后就驱动下一级。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最后整合的一个实验，我们把2颗 IC 不同功能 IC 合起来变成一个有一个特定功能的一个练习。